少废话，张嘴！谁敢动手？国美人欺负芈月，正巧被王后看见，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跪下！表面乖乖跪下，实际对这个初来乍到的新王后一点不服气。王后说一句，她回100句。为了立威，王后一气之下就命她掌嘴，要打得响亮，打闷了、打轻了都不算数。打得太轻，这下不算，再打。这时大王的长姐嬴夫人碰巧路过，看到了这一幕。王后，火气不必太盛，刚立了下，还没入府。宫里人都知道，就连大王都要让他3分，可想而知嬴夫人的地位高不可攀。国美人趁机向她告状诉苦，但倔强的傻王后却丝毫不给面子。眼看事情要闹大，怀有身孕的樊少使怕被牵扯，本想悄悄地离开，谁知旁边的太监故意将他绊倒。不出意外的意外，樊少使动了胎气，要早产。大王闻讯赶来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看表情就知道是在责怪王后和芈月。好在产婆带来了好消息，贺喜大王，樊少使生了一位公子。另一边，国美人因没讨到便宜，跑去找魏夫人出主意。老奸巨猾的魏夫人给她讲了一件旧事。有一次，唐夫人做错了事情，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。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，就投环上吊了。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上，救了她的性命。为这事，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。从此以后，这宫里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。国美人听后立刻回去效仿，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，提前商量好的侍女并没有救她，而是跑去给大王报信。国美人被王后施以掌刑，不堪受辱，投环自尽了。王后吓得跪在地上，大王立刻震怒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后。太让寡人失望了。说完便甩袖离去。王后一时伤心过度，突然晕了过去。芈月赶紧喊来太医诊脉。王后有血了，有血了。这个孩子来得太及时了。大王一听王后怀孕，刚才的愤怒立刻烟消云散。就这样，王后轻而易举地重获圣宠。但后宫并不像表面那样风平浪静，因为嫔妃们正在商量怎样对付王后。